往或远离，就算朝夕换了，黯淡了。有朋友重点买不到原价票，这个话题我真不想讨论了，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存在这个问题，这不是这是没法控制的，整个行业现在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也痛恨这种行为，我是这样的啊，所以就不用多说了啊。我朋友可能今天喝多了啊，跟大家聊的比较多，但抱歉啊，抱歉各位。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奔向你，抚平最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进组是得进组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阵儿我确实比较忙，就各种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也是有意义的事儿。我知道我在忙什么啊，进组就是会进的，朋友们别着急，不着急，会进组的。有朋友说唱歌、演戏、综艺哪个你最开心？啊，你看这又采访我了，是因为最近你宁哥也没有什么采访是吗？唱歌、演戏哪个你最开心？呃这里想问一下，那个雨宁老师，那个针对于唱歌、演戏还有综艺，哪个会让你更开心啊？嗯，我想说，嗯，都开心，都很快乐。我朋友直播，直播不算我的工作啊，直播其实不算我的工作，它不算工作当中。就像你说，啊，对，直播对于我来说是玩儿，它是另一种东西。嗯，我的直播呢，主持人问说直播呢，我想回答主持人是那个直播对于我来说是我跟家人们团聚的一个时机。是一个，我跟家人们在一块儿谈天说地的一个小天地，所以它不算是我的工作。为你画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赴一场美梦。若能吻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宿命赐予，选过我的与你，别不敢放手。而我愿为烟火燃烧。我的直播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喜欢看我直播，有些人呢看了我直播就觉得好像，哎，这人怎么这样？哎，这人怎么说话？怎么垮这么垮？他和我看到那个剧里边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完了去魅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会因此说要保持一个神秘感或改变我的一个状态，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在筛选，就是可能我的喜欢我的人，或者是就跟你像现实当中你的朋友一样，你的朋友你也在筛选，你在筛选什么人能跟你聊得来，什么人能接受你的好，看到你的好，或者是那个包容你的坏，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直播也一样，或者是彼此的这种相识的这种契机也一样，就是彼此筛选。你能接受对方，那对方就可能跟你成为朋友；如果你接受不了，那就是没有缘分，那就是不合，那没办法的。其实这个是没办法的同频的人，对对对，是的，你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同频，他跟筛选朋友是一样的。啊、最后换一瞬回眸。
那就聊聊那个演戏、唱歌和综艺，对于我来说分别代表着什么。首先先说唱歌吧，你看我多正式的回答。我在想，我刚才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脑子就是一直头脑风暴，我在想应该按常规的问题回答，还是说不常规的？因为常规艺人会怎么回答，然后不常规的问题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突然正经了，没有，我是觉得唱歌对于我来说是老本行吧。因为我是从小，真的这个是从小啊，从小因为我这算是一个就是长访谈，并不是一个短的那种访谈，所以我可能会说的多一点儿啊。有朋友随便说说，我不能随便说，我只要说就会给他尽量的多说，因为这样就是你在其实朋友们你可能不太了解，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艺人或者是采访一个人的时候，他更希望是艺人能够多说，而不是简单两句概括。如果你能够说的多，说的生动，说的就是更深刻，对于采访者来说，对于记者来说，他是开心的，因为他听到了更多。对，深度畅聊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唱歌对我来说，它属于我从小喜欢的一件事儿。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要当歌手，我说我以后就要当明星，我说我要当歌手。然后呢，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但是我也展现了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吧。就比如像我们班会儿的时候，班级里会把桌子围成一个圈儿，然后中间每个人带着小零食啊，然后中间有人会表演才艺、表演节目。那个时候的我，在班级里就是负责唱歌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班我唱的最好，我唱的最好。然后在小学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小学开运动会嘛，运动会呢就会有那种班级里的人到那种校长那个平台上说，我代表3年2班为大会献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我是有的。就是我会到那个台上说：“大家好，我是3年2班刘宇宁呢。今天是运动会这么重要的日子，那我代表3年2班全体师生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广播室那时候还没有伴奏呢，没有伴奏，只有什么呢？只有就是你清唱。歌曲叫做我记得那个时候唱的最厉害的一首歌，因为我小的时候嗓子亮嘛，别看现在你宁哥就是有一些沙哑，但那个时候我唱的歌是什么？清唱了什么？我唱了一首军歌，嗯，已经回不到当年了啊，但是就是一首歌，就是这个。1、2、3、4，1、2、3、4，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交给我。哎，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吧？当然这是其中一首，还有一首是什么呢？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无虑，乐陶陶。但有一天，风波突起，哒滴哒，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时间飞跑，哒滴。哎，这个还有就是那个。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他把银归，把银归。哎，这种歌当时我小的时候唱了好多好多，所以就是有朋友说很复古，一点都不复古。那个时候学的更多的都是这种歌嘛，而且觉得这种歌好像才能上得了大台面儿。Wreckage of your side。然后于是乎呢，我就是小时候就很想当艺人嘛，然后也中间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啊，比如快乐男声啊，每一次去完回来都不快乐，快乐男声海选都落选，朋友们，你说多么的
拉。每一次去参加海选，直接这个评委老师给你举牌，3个字，拉完了。NPC 都不是，拉完了。关于我快乐男生的海选，我以前直播都讲过具体的事儿。那具体呢，各位可以去考古看看我一路上关于快乐男生的这个辛酸历程是什么啊。第二是什么？第二呢，我后来我记得好多年后，有一个节目叫做《中国好声音》，当时也往那个好声音那个邮箱里投了好多的 demo。人家评委没有拉完了，直接没给我回复，直接没给回复石沉大海了。那后来呢，就是接触了网络这一块儿，然后一点点一直也坚持做音乐，做音乐不敢说，一直坚持做音乐这行，就是当歌手一直唱嘛。所以唱到今天，终于有机会当做一个职业歌手，把这个东西当做职业了，所以我一定是很快乐的做这件事儿。尤其我又实现了我的梦想，歌手的梦想就是发专辑、开演唱会，又有喜欢自己歌曲的歌迷，我也做到了。所以唱歌这件事儿让我快乐吗？它一定是让我快乐的，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儿，就是不能说像上班嘛，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了。它缺乏了一些新鲜感。可能有的时候我听到一首新的音乐，好听的音乐，哎，我那个新鲜感又回来了。但过一阵呢，发现没有什么好听的歌，那个新鲜感又没了。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但是它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存在。它就是这样。他就跟我爸妈一样，我爸妈他什么时候他永远都是我爸妈，我爷爷奶奶什么时候都是我爷爷奶奶。他就像我亲人一样，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像你问说你爱你爸妈吗？我一定爱啊，我一定爱我爷爷奶奶啊。但是他们就是你会每天就是看到他们就欣喜若狂嘛，也不因为生活当中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那种感受。它属于一种本能。所以做音乐对我来说确实是快乐的但是它也有不同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那演戏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喜欢的，是真的喜欢的。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演戏，我说实话我真的不会演我真的不会演戏，就是不知道，不会什么东西你都需要去唱歌也一样，你唱歌你唱着唱着你才能摸到点门道，但演戏呢，对于我来说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喜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我能够再去喜欢一件事儿，希望它成为我的职业，我的就是引以为傲的一个人生技能吧，人生的一个技能。就像你会骑自行车也是个技能，你会滑雪也是一个技能，那演戏呢其实也是一个技能只是说不同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做饭，那你可能就会做出一桌子好吃的东西。那我会演戏，可能就会演出一部好戏，不敢说，演出一部戏给大家看好不好看，好不好吃，那是各位的东西。所以呢，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说我有多努力吗？我一定不敢说自己努力，但是我确实用了心，去琢磨。而且其实我跟各位说，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点可能这个点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也可能不认同。所有艺术类的东西，我只说艺术类的东西都需要2个字：天赋。这是一定的。我只了解艺术类的，都需要天赋。天赋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是感谢这个我的父母，我的这个家族，让我在演戏上，我会认为我有那么一丢丢的天赋。我不是天才但是我有那么一丢丢天赋，让我很快的去能够理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真的因为我知道学东西，它有的东西是一瞬间开窍，但是我感谢我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的，不多，有一点，但不多，但是可以足以让我在这个行业里生存，混得好不好另说，但是能生存。啊、然后在我演戏的过程当中，我饰演的一个一个角色，然后被大家所看到，被大家所喜欢也好，讨厌也好，评价也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首先我可以过不同人的人生，而且剧组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剧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演员同事，然后呢，工作当中的所有的同事都是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不演戏，我可能碰不到这些人，也见不到这些社会，也不了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收获，嗯，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演戏这件事儿，现在目前对于我来说也还是充满兴趣的，充满兴趣的，而且它是我需要不断去努力且精进的一个东西啊。我觉得它是现在这么一个存在。而且我非常期待我的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演成什么样子，观众看到之后是什么样子，我很期待。嗯，我也很喜欢，对，很喜欢。那综艺呢？综艺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我一开始不会录综艺，现在也不会啊。哎，为什么要补这么一句？综艺这个东西，我最开始我记得我出这个行业，我第一次录的一个综艺叫做《我们的师傅》，那个综艺录的非常的懵，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啊、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综艺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然后呢，后期就也没参加过什么综艺了，因为第一是没人找我啊，当然也有人找了，有人找，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在拍戏，就没有上什么综艺。我觉得综艺就是每年，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说每年有一个综艺、两个综艺，但是我只上音综，我像那种真人秀类的我就不去了啊。当时考虑的是，第一我不会，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我有直播，我直播就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小综艺了啊，我就参加音乐综艺就可以了。但后来这一年包括2年参加的综艺也相对多了一点，也不算多哈。就是固定的几个音综我肯定去的，像原计划我肯定是去的，然后我自己从第一季开始又开到第二季的2个综艺，第一个是开推，第二是地球嘛，这2个综艺。然后其实我觉得录综艺我也觉得是收获满满，因为你看，就像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是需要阅历的，就像我前2天回了趟丹东，见了点儿东西，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分享，我就有话跟你们聊，我就有事儿说，然后就会有思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去录综艺，你去接触新的人，你就会获得新的东西、新的信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就永远不会有新的一个理念或什么的。综艺呢，我觉得就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综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对综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综艺好像就是，嗯，不能说不务正业吧，就是它不能称之为作品的一个东西。比如像我唱歌，我发一张单曲，这个单曲这一首歌是一个作品，在我们的酷狗音乐播放器上，它是一个作品啊。刘宇宁，你有什么作品？你唱过什么歌啊？酷狗一搜，你是干嘛的啊？我是录综艺的，这个就有点难受，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综艺的所有东西不能称之为我的作品，演戏可以称之为作品，因为那是一部剧，然后歌是一个作品。我就觉得综艺可能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我就觉得它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调剂，我可能去跟好朋友聊一聊，玩一玩，然后去感受一下综艺里的欢乐氛围，然后又能让及时的播放，比如说录综艺比较快嘛，拍戏1年才能看到我，然后那综艺呢可能1、2个月就播出了，可能也保持一个朋友们能够看到我的一个间歇度，然后让大家知道你刘宇宁还活在这个行业里，
但是你录着录着你会发现啊，我这人想得多，录着录着综艺你会发现，其实综艺这个东西啊，很厉害。我说这个工作很厉害，它甚至要比演戏厉害，甚至要比音乐厉害。现在在我心里啊，为什么？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综艺是最难的，真的是最难。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唱歌，一首如果你不是原创歌手，就比如说我，别人把歌写好了给你，你去按照这个情绪唱就好了。你加上自己的情绪，加上自己的处理，你可以唱，你可以有一些设计，包括你的感受加到里边儿，但是它有固定模板，它有一个固定模板，你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呢，戏也一样，戏是一个剧本大纲写给你了，你的角色赋予你了，你的角色可能已经足够优秀了，足够有魅力了。然后，如果通过你的努力让这个角色更加生动，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让观众所共情，那是你的能力。但是它有个底子在这儿了啊，它有个底子在这儿了，而且失败了，你可以但是我不会啊，但失败了，粉丝会帮你说剧本不好，导演不行，制作太差了，宣传跟不上，它是有说辞。但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呢？当然也存在。我只是想说的逻辑是，它是有个固定模板和一定保底的，但综艺完全没有。你成就是成，你败就是败，你行就是行，你不行在里边就跟傻子一样。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没人告诉你做这件事会不会遭人讨厌，你这个是不是好的人设？你可能去综艺之前你设定了一个好的人设，但是别人不接你的戏，你就会跟一个傻子一样。所以综艺是最看临场发挥和大脑急速旋转的，是非常锻炼人的一个存在。而且这是第一，我说是工作里边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个综艺里就是不出彩，跟这个出彩不出彩，并不是跟他长得好不好看有关系，而是跟他的反应能力和所有做出来的事儿的一个在大众面前的一个状态。而且综艺是这样的，你可能做艺人，你会有人设，你会跟粉丝保持神秘，但是长期的综艺就会很难受，因为人可以装一时，但不能装一辈子。如果你能装一辈子，你也是牛，你懂吗？所以综艺时间录的一场会暴露本性，这个是特别那什么的特别惨、特别难的一件事儿。综艺比的不是什么了，综艺比的不是你的人设了，不是比你的长相了，长相可能会在一点优势啊。我跟你说，综艺比的是人格魅力，它不是剧本赋予你的人格魅力，它不是一首好听的歌赋予你的坚强意志，它是你作为艺人本人的人格魅力。你可以去演出一个人格魅力，如果你演得好，你也牛，你也牛但前提你能演得好，就说明你是个极度聪明的人，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综艺还有一点是非常棒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真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能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我以前没有感觉，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带给别人快乐这件事儿太伟大了。我不是在称赞我自己啊，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太伟大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生活上的难，生活上的不容易生活上的不开心，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吧？
然后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各自的难处，但如果有一件事儿会让我开心，我就觉得很好。比如说我盘串儿我很开心，我就觉得哦，这个串儿很好玩儿，很开心。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快乐，我快乐，我开心，很棒。很多朋友们看综艺觉得哇，好搞笑啊！那一刻我可能笑的已经鼻涕都出来了。那一刻，我觉得，我觉得那些人很伟大，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带给快乐，带给别人快乐这件事儿非常的伟大。这也是让我找到一些录综艺的一个意义。所以尽量有可能是，包括我在直播当中，我直播当中有的时候把我自己变得像一个小丑，就比如像朋友们说我帅哥，我就会很开心。但我真的开心吗？其实我真不真的开心不重要，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因为这个点所开心，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挺厉害的。所以综艺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我以前是不能不能说不喜欢嘛，就是以前觉得它没那么重要，但是我录了这2年的体会，就觉得它很重要，它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儿，而且它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而且能够把综艺做好的人，把一档综艺做好的人，无论从导演组也好，从制作方也好，从平台也好，再到那些所有的嘉宾也好，他们能够把这个综艺做成，带给别人快乐，让更多人看到，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很厉害啊！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这就是我对这个3个行业的浅的一个见解。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roof. 有朋友宁哥啊，OST 和直播唠嗑哪个更开心？你是来找事儿的吧？哥们儿，今天你是来踢馆的吧？啊？什么叫 OST 和你直播唠嗑哪个让你更开心？谈谈直播啊，直播就不谈了，你们看就好了。On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有朋友说 OST 赚钱呢，你什么意思？不要把这件事说的这么的肤浅。难道我接 OST 是因为赚钱才接的吗？难道就不能说我有音乐梦想吗？说什么屁话？什么叫OST 赚钱？倒也不假。The angel, may you find. 有朋友赚钱最重要，当然赚钱很重要啊，但是在我这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想说，朋友们，赚钱不丢人，就是你拉下面子，放下尊严，这件事儿不丢人，没什么。只要你为生活、为自己的未来去拼搏、去努力，你不丢人。你只要不违反道德，不违反那个法律，我觉得你任何赚钱的方式都不丢人，对吧？我以前你一样，我有啥？我从来不觉得什么是我做什么事儿是很丢人的。我也经常在直播间，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以前卖过衣服，卖过衣服，那个在餐厅做过服务员，在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在洗浴中心当过服务员儿啊，都是在后厨做过厨师，都是一些就是正常的这种就是大众选择的工作。而且我说的那种我做过这些行业，并不是跟那些很多人说大学期间去什么呢？去那个勤工俭学的那种做过。No，我任何一个行业都做了2、3年以上。没什么丢人的，不丢人。我以前就一样啊，以前我就在那给人端盘，人家服务员过来，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了？你这菜怎么炒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去后厨，你直接就是你知道吗？啊，在后厨给人传菜，
啊，后厨给人传菜，就是人家那个什么那个厨师说是来刘宇宁啊，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哥？把这个端过去，你磨叽什么呢？哦，好，丢人吗？不丢人呢，你丢什么人？你同样也对所有人低三下四的呀，一样啊，没有丢人的，赚钱不丢人。For that 嗯，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你干一行就爱一行，你做服务员的时候，顾客就是上帝，你就不能惹了人家，你就不能得罪人家，人家可能会有些许的刁难于你，但是你也得尊重，你也得包容，因为你就是干这行的。你做服务员，那餐厅的利益就是你最大要守护的东西啊。如果你的心态是我干服务员，餐厅黄不黄跟我没关系，我跟你说，那你永远任何一行都干不好。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给我自己的规划啊。on the end of the day. 因为你只想到自己的那点小事儿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格局决定你的去到哪儿啊。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 from my veins that may be 有没 empty. 有像干广告的呢？你说我像干广告的，不是啊，我不知道啊。Oh, wait, listen, maybe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You need 有没有老大？你实现了梦想什么感觉？实现了梦想什么感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ve 实现了梦想很爽，很开心，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过瘾，非常的爽啊，非常的爽。有朋友说也有茫然吧？我说当然是爽爆啦，那当然是爽爆啦，很爽啊。 who are pulled from 有朋友算成功了吧？看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成功是我攒10000块钱就是成功，那你人生当中很成功。如果你的梦想是攒一百万才算成功，那你攒到100万的时候才算成功。就是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成功，是你心里的成功，而不是别人口中的成功。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有朋友实现梦想之后想干些什么？实现梦想之后不知道。我也常常责怪自己，不是我也常常在问自己吗？啊，arms of 那你的成功是什么？我的成功是什么呀？不告诉你。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今晚怎么如此伤感？也不伤感啊。刚才我们是一个搞笑的开启，那算了，我不聊了啊。有朋友说拍戏和唠嗑哪个更开心？你就是故意，你是不是找茬呢？这种的，你就抓我语言上的漏洞，对不对？拍戏和唱歌，不，拍戏和直播唠嗑哪个更开心？我想说什么呢？跟开不开心没关系。我跟你们唠嗑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你家跟你妈、你爸，或者你跟你妹、跟你朋友在炕头上嗑瓜子儿在那聊天儿，但你能天天跟你爸妈在炕头嗑瓜子儿聊天吗？那你也没什么出息了吧？
你还是得出去工作，出去努力，出去打工，对吧？你没事，有朋友个别理他，我可以回答的，没事，对吧？你不能天天炕头搁家一待，这炕头就是在那一委屈啊，小棉袄一穿，你就搁炕头跟你们唠嗑、看电视、看连续剧，不能，你还是得出去上班吧。我拍戏就出去上班去，偶尔回头炕头跟朋友们聊聊天，这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开心。你不能天天搁家开心去了。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的摇晃。然后开始推礼拜4有意思吗？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啊、因为它节目上来说，它每一季都会有一些升级，节目上的设计每一季都会有升级嘛，他就也希望尽量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多的一个惊喜嘛。你不能就是去年什么样，今年再没有任何的提升，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会让观众就是把期待值，因为都希望就是比如说第一季播完了，那都希望第二季更好嘛，第三季更好嘛，第四季到了也希望更好嘛，他肯定要更加完善、更新鲜嘛，也给大家一些新鲜感，所以录的也挺开心的啊，可以的啊，挺好玩的。但就是累啊，朋友们。录开推啊，真的是我录的最累的东西。你们知道，就录开推啊，就是我也录过一些综艺，唱歌也好，或者是旅游的也好，就是开推是我录的所有综艺当中最累的，最累的那种累呢，就是有些节目是费脑子，有些节目呢是纯体力，但这个呢是双重 buff。你又得根儿嘎走一天，保一天，又得费脑子烧脑一天。就是我录节目没有录过腰酸背痛的时候，只有录这个节目，录完节目腰酸背疼的。南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旷的月光，迎过了奔腾的浪。很多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健身嘛，对吧？现场肯定有男士朋友健身的朋友，或者女士健身的朋友。你知道健身里边有2个字叫做力竭，你知道吗？比如做哑铃啊，做哑铃，比如说做到力竭是什么意思？就是做到再也举不动了，那个叫力竭无论路多长，啊。我录那个综艺就录完之后力竭了，朋友们。少时会默坐场边，写下9首盛世的诗篇。风还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我狂奔向前。烈酒心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赶走了无情。哦，那你还喜欢去？我确实喜欢去，痛并快乐着，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喜欢那个节目的，就录的很开心，录的开不开心呢？肯定是开心的，好玩的。但是累不累呢？是真累，太累了，啊！但那个节目呢，我这人就是那种啊，特别贱，我这人就特别贱，啊，就是我是这种的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开推对我来说是个工作嘛，啊，它是个工作内容之一嘛，它是个综艺嘛，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些节目我一录的特别轻松啊，有些节目是录的很轻松的，录完之后我就在心里嘀咕，我说完了，这么轻松录完的节目能好看吗？这跟玩儿似的，节目能好看吗？然后我跟导演说，要不再来一趴吧？我们会不会有点太敷衍了？导演说不，效果够了，够了，够了。我就哦，那行吧，心里反而不踏实。我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朋友没苦硬吃，不是没苦硬吃，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希望它成。如果我要去糊弄的话，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去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工作的，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我一定希望把它做成，而不是说
啊，差不多得了啊，可以啊，行，那我就不去了。我为什么要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那我是干嘛？去去赚钱的吗？也不，那我就还不如搁家待着呢。我是这样，精益求精谈不上，我要给自己心里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告诉我自己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么想难。然后敬业也不是敬业，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自虐的一个心态吧，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会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这是很矛盾啊，我是那种比如说很快收工了，我说今天内容素材够吗？我想想啊，可能够了，差不多够了啊，我还得自己过一下，我还替人导演组担心呢，素材够不够？我有病，我真有病。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替导演组担心，我是觉得我白来了，这节目播的不好，效果不好，不好笑或者不好玩儿那我来的意义是什么？这不会影响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吗？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录开推，我操，太多了，开推我就崩溃了。早上去了，先录小游戏，朋友们，大清早上去录小游戏，什么小游戏呢？你们看过那个开推肯定知道，比如像什么屁股上拴个小盒子往外甩球那个，往外甩球啊，把球甩出去了，甩完之后那种小游戏啊，一般早上先录那个，录完之后呢，好，那个补妆，接下来干嘛呢？去拍照片拍集体照。集体照我们每次一录是6个人嘛，就去现场，嘎在那一站，哦，有的时候我去早，有的时候我去的晚，这都无可厚非，但是要凑齐6个人才能去拍嘛。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做艺人，所有的行业中，我最讨厌做的事儿就是拍照。我最讨厌的事儿就是拍照，不是说因为我是赌神，我不爱拍照，不是那个，因为赌神就是不爱拍照嘛，我不是那个境界，我就觉得人家长得好看，一拍就出片儿，我是干拍不出片儿就很难受啊。当然现在最近还行啊，最近还行，就出片率是高了一些。然后呢，去了就先拍照啊，拍这个拍不行，这个拍啊，这个角度，哎，这个角度，来，OK 啊，好，哎，好，拍完，拍完，拍照拍完了，OK，刚准备缓一缓，哎，等一下，那个咱们再来一个，就是那种花絮的那种照片儿我说好的，没问题啊，嘎嘎嘎，再来一顿花絮的那种照片咔咔拍完了，又拍一组照片好嘞啊，准备开始录了吧，是吧？啊，差不多了，我准备开始要烧脑了，我要这个今天开始要骗过所有的人了。这个时候，等一等，各位老师们啊，咱们要拍一个宣传视频啊，好，宣传视频，咔咔咔拍完，拍啊，拍完宣传视频啊，拍，各种那种，这就是所谓那种小视频啊，就是那种跳过来。我是刘宇宁，我同意开推。我是刘宇宁，我同意开。那样弄他妈那种的啊，要不就嘎变装视频，就拍那种东西，我也不是莫名其妙啊，我不重要哦。然后终于这一系列完事儿了，好吧，开始录节目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卡你都快忘干净了，再马上把身份卡看一眼啊！我是出生在一个小城市，1996年的时候，我到这个工厂上班然后在里边结识，再看一遍身份卡，然后开场的时候台词是什么样，跟谁进来了，跟谁对什么词儿，然后 OK 把这个词儿给看完之后，哦，开始录到一半的时候，大概他有一个转场，因为有些景需要转场。好的，各位老师们，那个不好意思，来，咱们要拍一个这个宣传海报了。啊，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早晨在干嘛？啊，我早晨拍的那个是物料，我们现在就是用那种宣传片的那种正式的海报。我这边想的凶手是谁呢？告诉我拍海报。啊，刘宁老师稍微这个眉毛舒展一下。我在那就是我拍照的时候，我在那想，凶手是谁呢？谁是凶手？今天我看他挺正常的，不像凶手。这个时候，那个拍照老师，哎，刘宁老师，你把那个眉毛舒展一下。我说，到底是谁呢？啊，眉毛太紧绷了，稍微笑一点，稍微放松一点啊。好，拍完之后，OK，哦，拍完之后，然后估计要那个什么，又补妆嘛，补妆好，继续开始录啊。刚才发生了什么？再想一遍。OK，好，我哐哐哐拍一天，录一天，录到大概几点呢？
大概录到了，就是你们也知道收工几点吗？11、12点嘛，录完了，终于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准备我说啊，主要是朋友们今天宣布完那个什么凶手是谁钥匙发完了啊，收工了啊，朋友们辛苦了，各位老师。然后这个时候，哎，不好意思，那个宁哥得拍单人海报。我说单人海报是啊，单人定妆照是每期都会有的。好，接着再不说，再走到那个影棚，再去拍一个单人海报，这个时候才可以收工。漫过了风浪，一生思念，像是天地之间，踏着清风浪，江山如雪，追赶明月啊，手中歌声，纯纯丽姐，朋友们。我觉得不是，朋友们跟节目组没关系，问题在我，因为我看人家几个小伙拍的可高兴了，我看其他小伙拍的可高兴了，老开心了。你这我不是说替他们说好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节目组的东西拍完了，他们团队还要给他拍，他团队呢还给他现场布景，说那个啊收工了，那个定妆照拍完了啊，那个我们这个给你布了个景，来拍2张吧。哇，可帅气了，过去嘎嘎拍。然后拍完这个，他团队给他拍完之后啊，那个什么，那咱们团队还有2个小视频拍一下子。我看人拍的也挺开心的，所以我在想说，我这个人就是开始内耗了。我说哦，我人拍的都挺开心，为什么我拍那么烦躁？哦，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绝对是我的问题，跟他们没关系，跟节目组没有任何关系。啊，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信仰。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的摇晃。有朋友说，如果你工作室喊你拍，你会不会一个大飞脚？那倒没有，没有那么不尊重他们了。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那个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团队呢，我都已经收工了，收工了，在那等最后一个定妆照呢。然后我团队跟我说，就说宁哥，你看那边有个景他说老板，你看那边有个景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一会儿收工了，那个咱拍几张照呗。我当时眼神是这样的，朋友们，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工作太轻松？你是不是有点不想干了？你是就是觉得你想跳槽，直接说，没必要用这种方法，让我强行给你开除了。我说你再好好说一遍。然后他们说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说你最好是。送南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阔。但其实后面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因为那个景是周柯宇他家布的，他们就想着，因为他们知道我很烦躁，他们故意逗我一下，说意思看看，如果真的跟老板说，老板能不能疯了，老板会不会给我们开除了？月光赢过了奔腾的浪，不问路多长。少时会莫作场。有朋友谁信你跟员工这么说话？我就跟员工这么说话，你别把我太美化了。我对待工作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对待工作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是老板，朋友们，我是刘氏集团的太子爷。写下九州盛世的诗篇，风寒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我狂奔向前。夜酒尽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
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拨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有人说老板好严肃，刘老板好严肃，没有开玩笑了，我没有那么严肃啊，我没那么严肃啊，但是工作就是工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我这儿没有什么能大于工作的。响彻天地之间，踏着清风当然，人家也是让我工作啊。上山入城，谁看明月啊，几顿歌声。有朋友说王者荣耀你代言了吗？没有代言啊，别往人别，我们就是这种啊，我们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没有代言王者荣耀啊，没有啊，咱也没必要去舔啊。我跟王者荣耀的合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合作那个就是那个马年皮肤，然后唱了个歌，然后希望他，当然我平时也是玩这个游戏的，就很喜欢啊。烈酒经常有朋友老大，你三根那儿怎么总有个黑黑的？我就是那个没洗澡，有点脏。那这是灰，就是阴影啊，这阴影，因为山根太高了。就会有这样阴影，山根矮的人体会不到。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拨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一生思念响彻天地之间，踏着清风啊。上山入卷，追赶明月啊，西城河山。又有朋友问我，宁哥你玩不玩蛋仔派对？你开播已经有人是你姐过来问的吧？不玩蛋仔派对啊？你玩吧，加油！你玩不玩蛋仔派对？因为宁哥我不太会说中文，我是海外粉丝。没事儿，不用会说，会听就行。啊。然后宁哥玩不玩洛克王国？不玩啊，我网游我很少玩，我网游基本不玩。我就是网游对于我来说吧，除了我合作那些都玩，不合作的基本都没玩过，甚至刚刚有朋友说什么问什么都没玩过，逆水寒玩，和平精英是不玩，以前玩啊，现在也不玩了，王者玩就玩王者嘛，和平精英也玩嘛，触碰到的如影的。最近有一个游戏叫《红色沙漠》啊，这个但是我算了，我发现我的直播间是聊两个东西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因为我可能直播间那个男粉比较少，玩游戏的就更少之又少。最近玩那个红色沙漠就玩了一下，然后最近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游戏啊，然后还有就是对红色沙漠玩的这样，挺好，单机游戏。散云落入
心底的声音。假如可以这样轻轻唤着你。有时候女生也玩，我知道，就是我说单机游戏，基本那个就是那种3A 游戏，女生其实玩的相对比较少，玩那种武侠网游什么的，逆水寒呐、包括像最近什么烟云那些都那个玩的也比较多。我看很多朋友拿很多里边那个人物的皮肤去做离石六什么玩意儿的，我看到了啊，挺好的。死亡搁浅也玩，对，就是那种大型游戏我都玩。像温柔一瞬。我看有个朋友一直在刷屏说聊聊丁程鑫，我就不太爱聊别的艺人，因为什么呢？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聊多了聊少了都不太好，我别整得像我蹭人热度似的。除非真有什么事儿好玩的事儿跟你们讲，你让我在直播间去评价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是我说我跟他关系多好，或者我跟他怎么样，没意思，没意义。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如果我们之间发生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没问题的。莫名其妙去聊人家，就是会有一点儿生硬啊。抱紧，可口支持，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名，让人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尘埃未遗忘或远离。你好，星期六，聊一聊。那个没啥可聊的，那个聊啥？就挺好玩的，对，因为我就是有好久没去嗨六了，然后呢，上次他们就说说嗨六去录一期，然后我就说，哎，那就去玩一期呗。然后我一问是那个什么哪个组，他们说哦那个是百日提灯他们剧宣，我说哦那正好，因为我给他们唱歌了，我说给他们唱歌了，那就去玩一期吧，挺好的。对，我就去了，然后都是熟人嘛，大部分都熟人，然后就很放松的录一期，然后跳舞，就是那个嘟，嗯，跳舞啊，哦，跳舞啊，一提到跳舞，骄傲的嘴都要上天了，骄傲的。这最近也没有，最近舞跳的有点多了啊，莫名其妙的，但是无所谓，就是玩爱好嘛。你说让我精进它，我就觉得算了吧。就算唱习惯了，黯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分享你抚平最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宁哥，你已经好厉害，播了3个小时了，是吗？时间过得这么快吗？3小时05分了，那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再跟大家聊会儿，我就差不多关了。因为我刚才打算也是10点半关播的，但我没看时间。没事儿，那就再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很开心。然后老大唱一首歌好吗？对我的音乐如此的痴迷，女人，你该不会也是沉迷于我的音乐吧？没关系，我知道你只听我的音乐。OK，是的，帅哥，那就唱个啥歌啊？隔空咫尺，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谜。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尘埃未遗忘。
算了吧，女人，我就不唱了，因为明天呢，我是彩排演唱会，我要保留一点体力，在明天的演唱会当中大旗鼓。没错，明天是我的演唱会彩排日，所以我要保留一点体力，在明天能有更好的发挥和状态。远离，就算朝夕换了，黯淡了。其实，在 QQ 音乐巅峰盛典的那一天，也不是啊，我前两天去拍广告呀。我现在拍广告去哪儿了，朋友们，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拍广告去那个天津了，啊，天津有个体育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场有天津的朋友们吗？在场有天津的吗？有天津的朋友吗？天津有个体育场，足球场有一个啊，足球场那叫啥足球场来着？去了趟天津，对对，没错啊，拍东西去了，拍广告去了。嗯，叫什么足球场我忘了，是泰达吗？那我不知道啊，应该好像是，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个啥，然后足球场嘛，我一到那个场地，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不是说它是个足球场，我就在想，因为那天晚上超级冷，天津那天是最低温度是9度，然后我们拍摄都在凌晨，晚上半夜拍嘛，晚上拍，最低温度是凌晨，是9度，然后体感温度是6度，非常的冷。我当时到了那个体育场里边儿，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的天呐，如果我在这种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的话，我的粉丝应该会被冻死。别说我的粉丝了，就是我想穿点薄的衣服，我看都未必能行。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分享你抚平最。所以刚有朋友说要在鸟巢开演唱会，鸟巢当然是可以开，但是近期肯定是不行，因为人是怕冷的。各位花了1000多块钱，可能甚至更多的钱去那个演唱会当中，被冻成了冰棍儿，我觉得犯不上。痛的傻，奇迹般的永恒。那如果往后的话，今年鸟巢已经被订完了，今年刘宇宁你排不上号了。如果想要开的话，那要排到2027年了。灿烂的像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那你可以选天暖和的时候来天津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话，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一句话，你说这话简直就是放屁。我告诉你了，我去天津去拍什么东西？我去拍广告。我去天津拍广告，哇哦！然后虽然我是刘氏集团的刘总，但是难道我可以跟我的商业合作伙伴我说天儿暖和再拍，你给我放放好不好？我的朋友跟我说了，要天暖和再来天津拍。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不等人的，我哪有那个权利告人？我说天暖和再拍，太冷了拍不了。一旦让人品牌爆出去说刘宇宁耍大牌，你说我该如何是好呢？别看我平时张牙舞爪、光鲜亮丽的，但是在这些品牌面前，在这些所有的平台面前，我依然要低调的像一粒沙子，太可悲了。今天品牌跟你说，刘老师你好，今天辛苦你了，外边天有点冷，辛苦你配合一下拍摄。我说不，这么冷我绝对不拍。如果这事儿爆出去，你说我该如何是好？
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赴一场美梦。若能问有人说你去体育场拍什么广告？没错，就是去拍啤酒广告。没有了，哪有什么啤酒广告？你一说你去体育场拍什么广告？没错，去拍的就是洗坟场。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踢足球的时候把衣服弄脏了，这个时候蹭上了青草还有污泥，那如何清洗呢？请拿出你的洗衣液。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宿命赐予，选过我的与你，别不敢放手。而我愿碧浪吗？不然呢？是拍碧浪广告啊？我就是啤酒，哪有啤酒啊？不合作，啤酒不合作。为烟火燃到最后，换一瞬回眸。对，为什么一个体育场的一个话题延伸那么久？是的啊，所以就是去拍了点儿，拍了点儿东西，所以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如果最近在那个体育场拍会冷死的，那就算了啊。我寻思要是，但如果去南方好像还好啊，南方好像还好，对，南方如果开个体育场应该是没问题的。有朋友说，红色沙漠如何赚钱快？有一个最好的办法，给我记住了，就是开修改器，超级的快。然后帅哥讲讲嘴肿了，嘴肿了就是没有，就是那天确实肿了。我发现就是每次我之前有一次是牙肿了，然后那个时候是王者荣耀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关键时刻牙肿了，但是还好，我也想说，我说这么多年奔波了这么多年，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种在演出当中突然有一些突发事故的事儿，已经算少的了，挺好的了。啊，那天我是演唱会，演唱会完事我那两天牙疼到不行。哦，我有个蛀牙，疼到不行。然后呢，就是我开始想着忍着，我说把那些什么那就是在上海演唱会完了，不就是那个上海，去迪士尼拍那些东西嘛。我寻思迪士尼活动完了之后，我再说，我就等我回北京再说。但那天迪士尼完事之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大半夜给我疼醒了，我就觉已经睡不好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去弄了一下牙，把牙治了一下啊。然后治完牙那天不就是那个闲鱼直播吗？那天晚上做那个根管治疗，我不知道有朋友知道啊，就是根管。什么叫根管治疗呢？我其实之前也不懂，做根管治疗，然后就是把神经杀死，对，根管，然后就是杀神经嘛，弄完了，弄完了之后，他就说牙是有点儿那个牙根儿有点儿问题，所以就治疗一下。我就想说，那就治一治嘛，尤其就是牙好，可能就是寿命会长一点儿嘛。对，所以治疗的时候就把这里面门牙几颗牙给治了一下，然后结果就肿了，肿了很正常，然后就是，但又没想到肿那么厉害，嗯。后来但是还好，这没啥，就是有点疼，有点遭罪，然后就是但现在已经消了啊。根管要治好几次，是我过两天还得去。行吧，朋友们，差不多了啊，我也那个什么，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嗯，明天彩排我还有一堆事儿要对的。那在这里呢，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
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也希望大家刚才跟我度过的这2、3个小时是开心的，好不好？在这里呢，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再见喽，拜拜。无人教的心酸，无人。